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之前我做过一期节目，分析了中国到底会不会入侵台湾，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国会这么做。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想继续来聊聊，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的话，那么台湾成功的保卫自己的机会有多大。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一个就是说，台湾到底有哪些优势，可以让他们捍卫自身的主权；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有哪些劣势，会阻碍他们最终取得胜利。那么我们先看台湾，台湾的第一个优势，毫无疑问就是它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关系。台湾的重要性对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阵营来说，都是弥足珍贵。换句话说，就是根本丢不起。所以美日等国介入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所有人都知道，台湾是第一岛链非常重要的一环。所谓的第一岛链呢，就是东亚的海岸线往东一直到西太平洋的岛屿，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盟友，在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霸权至关重要。所以说，第一岛链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一个地理屏障的作用，限制了中国这样的潜在的对手进入到太平洋地区。这种遏制策略能够让美国能够在这个印太地区展示它的力量和影响力。比方说，位于第一岛链东侧的冲绳和关岛就有非常重要的美国军事基地。冲绳岛上大约有26000名美国军事人员，而关岛有大约1万名，两个加起来3万多的数量，算是不少了。而这些战略据点的目的就是能够让美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的冲突和危机。如果中共一旦占领了台湾，那么中国就等于突破了第一岛链，更容易进入南海和整个太平洋，将会进一步的威胁美国乃至西方阵营的利益。比方说，中国如果它控制了它画出的所谓九段线，那么南海蕴藏丰富的资源都会被中国收入囊中，其中就包括77亿桶的石油储备，这可相当于沙特阿拉伯石油储备的 80%。还有南海的天然气储量高达2000万亿立方英尺，还有每年有1/3的全球航运都要经过南海，而且每年高达5.3万亿美元的贸易量穿过这个地区，占了全球海上贸易量的 60% 以上，超过全球总贸易额的 22%。 另外还有南海的渔业资源也非常丰富，世界上超过一半的渔船都在这里捕鱼。当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就知道了，中国为什么如此看重南海，为什么画出九段线。如果中国成功的控制了南海，那么对国际秩序来说无疑是颠覆性的。我相信美国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虽然根据这个台湾关系法，现在美国的国内法，美国立场仍然是一种模糊战略，但是从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多次的公开讲话当中也可以看到，基本上在美国政坛应该形成了某种共识，就是美军要协防台湾。特别是美国已经在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把中国定性为最大的对手和敌人。还有就是从美国最近这些年出售给台湾的武器装备的水准，以及建立印太战略、成立美英澳联盟和4国峰会，都可以看得出这一切都是在布局，形成一个印太版的小北约，来应对中共未来在该地区的挑战。那么台湾的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它的军事实力，也包括从美国获得的先进技术、先进武器。当然总体的国力没有办法跟中国相提并论，但是足以保证在一场常规战争当中，中国没有能够获得必然获胜的把握。其实俄乌战争就是最好的一个4两拨千斤的案例。美国提供的毒刺飞弹和其他的发射器对俄罗斯的飞机和直升机造成了沉痛的打击，俄罗斯甚至不敢把他们最先进的价值高达4000万美元的苏57战斗机派到俄乌战场上。还有俄罗斯的先进坦克，比如说 T14 阿玛塔，这一辆就要400万美元，最后生产出的也寥寥无几，更不敢去送死。所以乌克兰战争给我们上了非常好的一课，就是只要你的装备齐全，你的军队训练有素，即使对方人多势众，那么你也仍然有机会坚守阵地。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据说已经损失了超过1700辆坦克，30万士兵丧生。
现在这种情况严重到俄罗斯都已经不得不拿出库存里的老旧物件来弥补这个空缺了。比方说网上就有视频，1973年的过时的 T55坦克都已经被装上火车运往西边了。所以可以肯定的说，俄罗斯的这种处境对中国军方来讲一定是一个警示信号，使得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且乌克兰是从2014年才开始接受北约和美国的军事训练的，那相比之下，台湾都已经为抵抗入侵准备了40多年了，已经拥有先进的飞弹和战斗机，在防御技术上边丝毫不逊色于其他的发达国家。再加上台湾很可能还会得到美国海军作为强大的后盾，甚至一旦爆发战争，韩国、日本、印度、菲律宾、澳大利亚这些经过美国印太战略部署的国家都会有所动作。所以中国真想动手，胜算并不大，因为他要面对整个西方阵营。2018年，美国军事专家威廉·莫里提出了一个战略，叫豪猪战略。就他认为台湾不应该买那种少数的大型昂贵的武器，而是应该买很多小型的可移动的便携式的武器。豪猪式的武器装备主要包括便携式对空飞弹，比如说毒刺，或者是像鱼叉这样的反舰武器，还有无人机以及地雷。据计算，如果采用豪猪战略的话，那么买一架 F-16 战斗机的钱，台湾可以买6套鱼叉系统或者135个毒刺飞弹。这样一来，台湾就能够像豪猪的这个身上的刺一样把这些小型便携式的武器装备布满整个台湾岛。2015年，台湾确实也开始购买250个毒刺飞弹，以及大约800种其他类型的飞弹，这些都是小型的灵活的武器。到了2020年，台湾又买了好几百个这样的武器，以及无人机和雷达系统。当然，台湾也在购买像战斗机、坦克这样的大型武器装备，甚至自己开始建造现代的战舰和潜艇，台湾叫潜舰，对吧？那么好，这是第二个军事实力。那第三呢，就是台湾的地理优势。因为台湾海峡的这个海况非常复杂，理论上来说呢，在1年当中，中国如果最好的时机去发动入侵只有2个月，而这2个月还不是连续的2个月。根据海上的条件包括风速、能见度，中国想要入侵，要不然等到4月份，要不然等到10月份。其他的月份海上的条件都比较差，不太利于大规模的作战。还有就是台湾的地形也是非常特殊且复杂，这大大增加了中国入侵的难度。我们看台湾的地形图就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部分可以显示出海拔大约是3700米，那么其余的地方呢，海拔比较低。如果想入侵台湾岛的话，那一定会比像乌克兰那种这个大面积的平原更具有高难度。就算中国的飞弹可能会破坏台湾的大型的飞机或者战船，但是如果台湾能够使用豪猪战略，那么这些小型武器就很难成为被攻击的目标。那么中国就只好派出有生力量来入侵，来面对这些武器装备。那么在水里布下鱼雷，就可以拖慢中国军队的速度，然后用毒刺飞弹击落中国战机，用鱼叉攻击中国的船只，对吧？这些武器装备虽然不足以让台湾独当一面打败中国，但是足够让他们支撑一段时间，给美国来决定如何协防台湾创造机会，大大提高台湾成功抵御入侵的机会。因为说实话，我们应该明白，台湾根本没有必要去试图跟中国1对1的竞争或者是这个全面的比拼国力它只需要去阻止中国成功占领就可以了。当中共遇到了巨大的损失，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他们内部可能的自己就出现了统治危机了。所以说这是一种不对称战争，台湾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另外我还看到一种分析也很有道理，就是说如果美国能够事先的表明，就是如果台湾遭到了中国入侵，单方面改变了现状，那么美军介入台海的规模和程度摆出来，没准就可以产生这个很大的威慑力。比如说它可以分3个阶段来介入。第一个阶段就是如果中国军队轰炸岛屿，但是并没有试图占领，美军将为台湾提供后勤补给，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呢，就是如果中国开始试图占领岛屿了，派军队来台湾了，那么美国会协助台湾反击中国入侵，打击中国的军事设备。那么第三阶段就是说，如果中国全面攻击台湾的本岛或者澎湖列岛以及周边的国际水域，那么美国就要承诺会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瞄准数百个中国的机场、地面控制中心，
还有靠近海岸的军事指挥所。那么为了能够让这些承诺显得更加可信，美国需要派出强大的海军力量，包括航母、驱逐舰和配备地对空的飞弹到台湾岛。现在已经有美军的军事人员在台湾了啊，已经驻扎了，不管是海军陆战队还是培训一些台湾的军队。那么距离未来在台湾部署军事设施可能也不遥远了。毕竟在中国的强大的压力跟反对之下，韩国的萨德屹立不倒。所以说现在关键问题就是美国是否能够明确对台湾的防御承诺，放弃模糊战略，表示更加清晰的介入的程度。美国迅速有效大规模分阶段介入，这样的话呢，就真的有可能产生威慑力，阻止台湾对中国的入侵把中国的行动至少限制在第一个阶段。那么好，说完台湾的优势，咱们再来说中国攻台的劣势。首先就是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性，中国的贸易可以说是极度的依赖进口。你可以看它地形它陆地上是有高原、有沙漠、有丛林，对吧？它的60%的贸易都得靠海运。所以我们看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海军部署这些基地、防空设施等等等等，实际上就可以掐断中国在海上的补给线。那这就说到了制裁的问题了。如果中国真的受到了西方全面制裁，那么这个力度一定会比他们现在制裁俄罗斯更大，对中国的打击也会是空前的。毕竟中国远远比俄罗斯更加依赖从全球进口能源，中国70%的石油都需要靠进口，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毕竟它是世界工厂严重的依赖海外市场。2022年中国的出口总额高达 3.59 万亿美元，贡献了中国 20% 的 GDP。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贸易制裁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大的打击。其次呢，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我之前讲过了，还有就是它的很明显的脆弱性，最重要的就是粮食危机。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从 93.6% 下降到了 65.8%。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了。在2019年，中国的进口总额就超过了1330亿美元，超过了欧盟和美国。那么缺少粮食实际上跟它缺少能源也有关系，因为中国缺少生产化肥和农药所需要的天然气。在2021年，中国天然气净进口的量飙升到1700亿立方米，而在2011年这个进口量还只有290亿立方米。据统计，在2021年45%的中国国内粮食消费都是依靠进口天然气来满足的。所以说任何的针对天然气供应的制裁都可能阻碍中国生产氮肥的能力，从而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中国需要养活多达13亿的人口，如果发生粮食危机，很可能会面临像大跃进时期那样的大饥荒。那么第三就是中共面临着发动战争的党内阻力，就是很多人都会在问，在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中有多少是亿万富翁，或者说亿万富翁当中多少是党员，对吧？根据2022年的胡润全球富豪榜，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亿万富豪，一共1133位，相比之下美国却只有716位。而且中国这些超级大富豪大部分都是中共党员。在2018年的胡润财富报告当中就指出，这些超级富豪当中有153人都是全国人大代表，他们的净资产高达6500亿美元，这当时那到了2023年呢，在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当中，至少80位是亿万富豪。那么其他那些人基本上也都是享受着党内特权，拥有着庞大的家族财富，甚至资产和亲属遍布全球。中国的这些领导层很清楚，真正发动战争、入侵台湾、挑战世界，对他们的个人财富和他们的家族造成什么样的风险。那么另外还有一项可能很多人忽视的，就是中俄关系。1950年2月，当时斯大林和毛泽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那这个条约本来要持续30年时间，但是仅仅在10年后，两国关系就谈崩了，苏联终止了对中国的所有经济援助。那如今现在又换到了普京和习近平，他们是否会重蹈覆辙，大难临头各自飞呢？更不要说中俄之间本来就有历史上非常严重的领土争端和强烈的民族仇恨，当然这些是被中共官方有意的压制了，但是你很难说这两个国家能够有两肋插刀的默契。从今天中共在俄乌战争当中左右逢源的态度来说，就可以看到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出卖对方，恐怕会是个大概率事件。所以基于以上两类原因，
中国在没有胜算的把握下，贸然发动所谓武统将会得不偿失，不仅很可能达不到他们想要的战略目标，反而可能导致自己的垮台。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目前的策略仍然局限在一步一步的渗透和统战台湾的政坛和台湾社会，以此来实现所谓的和平统一。当然，这个和平统一也配合着对台湾的文攻武吓的威胁。那么台湾人是不是吃这一套，就只能看台湾自己了。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别忘了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来收看我会员专属的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